他不再是着魔的马，他现在是劳作老马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魔气可动在今年10月份出了界王拳之后，紧跟着11月接着放大招超似悟空。老马突然犹如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般，高产4母猪，到底是什么让老马重回第二春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喜欢龙珠的林有德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魔气可动这款狂野之力超似悟空，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成为 GT 粉丝的收藏之光。众所周知，如果你没看过老林的测评视频，你的把玩体验是不完整的。那么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开车。先来看看内容物，这是诚意满满2层悉数包装，第一层为主体，可替换面雕、替换手型、龟派气功特效键、尾巴一条。第二层则是 GT 小悟空超赛头雕和面雕、抱胸手、垫脚石。在讲外观造型之前，先提醒大家一个细节，工厂把腰带方向给装反啦！记住，内侧标字母 F 的方向才是正面哦。造型方面，魔气这次可谓是魔改加优化的结合，头发飞边和合魔线几乎没有，但前发刘海分界处的缺肉应该是自带的防伪标识吧。只要你记住这点，就保证你不会买到假的魔气可动。你就说老马贴不贴心吧。然后放出3家超市的对比图。但是我们这次主要聚焦于魔气可动，万代的优势在于面雕和裤子涂装做得很好，魔气则在颜色饱和度上比万代要更低一些，腿更长，身体比例更优，但裤子塑料成型色质感稍逊于万代的全涂装，并且修复了万代蛋蛋胯缝大的问题。黑洞方模万代的廉价感扑面而来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做工稀烂，唯一的优势是没有缩模太多。来看看面雕方面，有严肃脸、斜视微笑脸、咬牙脸、怒吼脸。每个面雕并不是完全的翻模万代，应该是自己修改或者重新建模过的。魔气的脸型比起万代更显圆润和幼态。顺带一提，万代无论是脸还是头发都可以放在魔气素体上，两者的上下半身都可以互换。紧接着探索这个模型的可动性，头发4块可动，头部上下左右都能动，但是头发因为有后发干涉，左右旋转表现一般。肩部蝴蝶关节表现不错，大臂平举，手臂平转，该有的都有。但是很可惜，胸腹前倾表现不好，但后仰不错。躯干可以左右倾斜，且腰部可以旋转360度，前踢侧踢无压力的90度。由于屁股线位没办法完全后踢，只能向斜后方踢。大腿有平转，等下这缺漆，你也致敬野兽神灵。小腿后踢如视频所示，脚踝可动不错，斜肩可抬，尾巴一段可动。接着看看把玩体验，在比较了万代超市之后，先说结论吧。关节总体手感优于万代，但把玩时有一些地方要注意一下。第一点是注意头发连接处偏紧，建议扩孔或者加点润滑油。头部连接键这里没有粘，建议直接粘死啊。第二点是膝关节在掰的时候会给人一种不连贯的感觉，这个不关乎松紧度的问题啊，纯属个人的感受。第三点是特定角度下尾巴会有点松，建议涂点丙烯亚光剂加固一下关节。尽管有一些小毛病，但是实际上手把玩是能感受得到。老马这一次在关节手感上真的是下了一番苦功了。虽然之前一直调侃老马，但这次确实做得好，该夸还是得夸。然后来看看配件，手型的话自己看图，这里就不多赘述。配件上的话，首先有10倍龟派气功，这里给大家对比一下不同款的颜色，装上之后可以还原经典场景。抱胸手配件还原了龙珠 GT 第37集至38集悟空对战贝比的情景，这个必须好评。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，这个抱胸手只能魔气可动的超市自己用，不能给万代用哦，孔洞和插销的大小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是这个超赛小悟空头，展示之前先提醒一下各位，记得先扩孔，不然脖子跟头就直接连在一起了，很难拆开。可以给 GT 小悟空素体装上，分别有平静脸、微笑脸、咬牙脸、怒吼脸。这次的小悟空虽然有一点色差，但是总体做得很好。一是他在眼睛一印的处理上更加像小孩子，其次是不知道是缩模还是有意为之。其实我觉得老马做的这个超赛头的比例比原版的常态头更加的合适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该头雕装上后脖子会显长，需要调整一下脖子跟面雕的角度。
然后是这个石头地台，跟斜视微笑表情一起出自《龙珠 GT》第27集至64集的 OP 结尾画面。在颜色上，魔气这次做得非常的还原，这次终于可以完美的还原 OP 的经典场景了。总结一下，本次的魔气可动超4，我认为是魔气目前来说尽他所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东西。可动上胸腰略有欠缺，但总体不错，身材比例好，关节松紧度总体来说不错，配件丰富，有些小毛病，但对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大影响。希望魔气可动还能保持这样的出品质量和出品速度。这一次我真的要给出猛男落泪级别的好评，我们艾玛等这一刻实在是等得太久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希望我已经把所有内容都讲得足够详细了。如果还有什么我疏漏的地方，还麻烦大家在弹幕区或者评论区进行补充哦。如果觉得视频不错，希望能得到你的3连支持，新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哦。那么下次视频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